比特币会突破前高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是，比特币它会不会突破前高？尤其在突破前高过后呢，它会不会来到我们在上方，比如说38000，甚至44000、45000的这种位置，会不会来到呢？好，那我们从日线来看，首先呢，我们从日线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在上方一点点的位置，也就是在32000左右呢，我们有非常强劲的阻力。那这个阻力呢，是我们在过去500多天以来呢都没有能够突破的，也就是当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去了。那我们在过去呢也做过了几次测试，但结果呢都是失败的，我们都回落了。那我们这次会不会成功呢？其实我们都知道上面有阻力嘛。那我会认为呢，我们现在要判断我们能不能回到，比如说38000，比如说44000、45000这种地方呢，我们就要先决定我们当前所走的这个箱体呢，白色的箱体它是在吸筹，还是它是一个派发的过程？如果说这是一个派发的过程的话，那我们即使我们突破到了一个新高，比如说我们到了32000，或者说32000多的位置呢，我们最终也会回落的，而且我们还会更进一步跌破25000。那如果我们走的白色箱体呢，它已经走的是吸筹了，那我们这一次呢，就很有可能会直接突破到，比如说38000，甚至44000、45000的价格。好，那我们在辨别这种吸筹或者说派发的过程的时候呢，我认为观察量能呢，还有 K 线的情况呢，是相当关键的、相当重要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在这波上涨呢，最后面的这波上涨，我会认为它走的是一个不够有力的上涨，或者是说这波上涨它还存在供应。那我们都知道，当吸筹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准备向上的时候，我们是不应该存在任何供应的。如果说还有供应的话，那就表示这个吸筹箱体它还没有走完，它还没有走到往上突破的时候。比如说呢，我们当时在下方这个位置，那这毋庸置疑，它肯定是一个吸筹的箱体，吸筹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我们突破的时候呢，它在上涨的时候它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供应的，我们是一路的往上，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阴线，一点点都没有。那当然也不包括这里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走了一模一样的行情。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上涨的时候，它没有出现任何的阴线，基本上供应都已经被消失了，它是连续的10几根阳线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直到我们遇到了上方的阻力之后呢，才出现了一定的回落。那其实我们可以观察过去的几轮吸筹，它在准备突破箱体的时候呢，都是走成这样的行情不然它就无法被辨别为是一个吸筹箱体。那我会认为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那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那即使它突破的话呢，它也不会走到一个比如说38000啦，比如说44000、45000的这种位置因为呢，我会认为我们在白色的这个箱体它目前就不是一个吸筹箱体，它要突破前的征兆，因为我们供应很明显是没有被完全吸收干净的。你可以看我们后面在这个位置呢，它都有产生一定程度的回落。那其实我们还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目前所走的量能呢，还是小的，它是小的。其实这个量能小呢，我认为是问题最大的地方，或者说这是我认为它没有办法到38000到44000、45000的这种地方。不过我们还可以稍微再观察一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突破前高的时候，或者说它来到前高的时候，测试前高的时候，它出现什么样的行为。目前我们的前高呢，好，我们来画出来一下大约在31800、31900的位置。那如果我们再把价格呢往前拉，更前面的高点大约在23500、32500的位置32500到31800的这个区间呢，如果这个位置被突破的话，我们要注意看一下量能因为如果我们还能到更高的位置，或者说如果这是一波好的上涨的话呢，我们会出现很大的量能。比如说呢，我们当时在突破这个位置的前高的时候我们就爆出了，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经历这段行情的话呢，爆出了令我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量能，非常非常的大。那我们也可以看呢，我们在突破前高的时候，当时所爆出来的量能是很大的，非常非常大。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抓前面的几个例子，比如说呢，这个位置突破前高，它肯定是爆很大的量能的，你可以看到，绝对没问题这个量能。还有我们在突破53000的时候呢，当时也爆出了非常非常大的量能我们不会出现缩量的情形，或者我们在突破重要的前高的时候呢，它不会是缩量的。如果这是一波好的上涨的话，唯独只有我们在走最后衰竭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出现
当我们突破前高却没有量能的情况，比如说当时我们见到顶部的时候呢，就是走的这样子的行情的，所以突破新高没有产生巨大的量能，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到时候测试新高的时候，测试前高的时候，它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情况？而且呢，我们可以观察我们在过去的几轮上涨当中我们的多头量能它是在不断衰竭的。那其实一波好的上涨呢，我们应该要随着价格不断创出新高，我们的量能呢也应该要随之创新高才对。不过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在上涨的时候呢，价格新高了，但是我们的量能呢却在不断的降低，不断的降低。那我会认为，如果我们这里新高没问题，但如果说我们没有爆出一个比前面更大的量能的话，那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衰竭。其实有一个指标呢，它就在衡量这种行情随着量能的程度 ，OBV。那我们来看一下 OBV 吧。OBV 好 ，Unbalanced Volume。我们来看一下，从日线上呢，你可以看到价格在往上走的时候呢，我们的 OBV 它是在往下走的。那如果我们要见到一个健康上涨，其实也没问题。我们此处出现的 OBV 值呢，它要直接高过前值，也就是我们在这里突破的时候，必须爆出比前面更大的量能才行，我们才能说它是一波健康的上涨。那这也给我们在量能判断上有一种很客观的评判的方式。当然其实除了 OBV 之外呢，当然 OBV 它是观察量能的，我们还应该观察另外一个指标，就是 MACD。当然 MACD 它是比较常用但我认为呢，它在比较大周期的时候呢，它是很有效的，很值得我们拿来参考的。我们从周线上我们来看呢，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已经走成了一定程度的背离了，这确实是有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基本上只要我们创新高，它没有产生一波暴力的拉升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如果突破前高了，但它没有立即出现暴力的拉升，那我们就一定会走成背离，一定会走成背离。所以我们突破的时候呢，这一波拉升要够暴力，我们要产生这种，比如说直接就拉到4万、3万8这种拉升，它一定要产生够暴力的拉升，它才可以把这个背离给拉掉，不然它终究是在一波衰竭的上涨当中，很难把行情走远。当然如果我们从短线操作来看呢，我认为确实现在呢依然是不错的短多的机会。就像我们之前有不断的提到，比如说比特币它再回来29500的时候，甚至再高一点29700的这种位置的时候呢，也是适合去进多单的。我们在昨天的影片还有前几天的影片呢，我们都是这么说的。那其实现在呢，我认为依然是适合短多的，只要有不错的位置，我认为都是值得去短多的。因为我们往上的测试，我认为在至少这2-3个礼拜之内呢，它是不会停止的。我们至少呢都会见到一个有一定时间测试的箱体，我们才有机会去做下一步的选择。尤其我们在这里又面临了这么强大的阻力，那我也会认为呢，我们现在都已经清来这个位置了，我们会把已经有空单仓位的人呢，像我是现在没有空单仓位嘛，但我认为行情已经来这里了，我们会把已经现在就有空单仓位的人呢，都必须得清出场，我们才有机会呢迎来我们下一波的行情。好，如果你想紧握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是立即赠送，你立即就可以拿到，会直接帮你开好仓。那如果你赚钱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了，亏钱也没关系，因为这是赠送的仓位。那 OKX 你只要 KYC 就会获得$10的赠金，做任何一笔交易，现货也好，合约也好，而且不限金额，$1也可以，你就可以获得$20的体验金。那如果你想要抽 OKX 周边的朋友呢，你只要注册，不用入金，不用交易，留下你的 UID 就可以了，你就有机会获取到精美的 OKX 周边。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